大家好，又到了 Twinmotion 教程的时间。这个是2025年1月份新的 Twinmotion 试用。然后呢，我是从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个是暴风雪的一个场面。这是从哪里来呢？是从 Google 我搜索了一个 What's the best view in a video game， 然后呢找到了一个这样的场面来模仿出来的。好，然后呢先说这个里面。这个里面的人物是在 sketchfab.com 找到这个，然后呢下载那一步步呢我会跟着跟大家说。然后如果你配上一个声音的话，暴风雪的声音就这样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先存盘，存盘以后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新的 Twinmotion 2025年1月份的空格文件。那这个声音呢也可以关掉了。这个声音呢是在我在Google 搜索 windy 就风的，然后 and snowy 下雪的， sound 是声音， free download 就是免费下载，然后进到 Pixabay， 然后呢就找到这个 Winter Storm 然后把它下载这声音就在这儿。好，跟着呢，如果想找到我的账户里 Twinmotion 做场景的教程，它是虚幻引擎5这个母公司做一个专门设置出来做场景的一个软件它可以直接导入到虚幻引擎5里面。然后呢，我们现在可以进入到哔哩哔哩找御姐 Cat 带你学 Blender， 点击我的头像进入主页，点选合集73，然后呢，如果大家的工具是这样的话，把它换成这样这里呢就有4页的教程文件夹，其中包括第1到第2页前半部分以基础教程为主， Blender 最基础系列教程1、2、3讲做这个是建模的 Blender， 然后呢还有做游戏的虚幻引擎5的侯庙的基础教程、蓝图基础教程，还有正式教程，也有虚幻5同江母公司出来的 3D 软件 Twinmotion 做场景的新版旧版，当然也有 3D 人物设计制造衣服的 Marvelous Designer 的教程然后还有 AI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建立你需要的人物、动物、动态场景的教程在这儿然后呢还有参加 3D 比赛技术教程汇总在这儿，这些都是教程文件夹归类，大家打开就能找到看下面的分类。然后呢当然还有 MetaHuman 的教程，大家自己看还有做衣服的各种教程。然后呢从第2页后半部分到第4页就是以 Blender 建模为主的各个分类，像几何节点、海洋、海水、光的教程、绑骨教程，还有水和液体类、树或叶类植物油墨画教程、水晶教程，我都把它归类了，大家想找就肯定能找到。烟花教程，还有这个常用修改器教程里面呢有楼梯，但是事实上呢楼梯教程楼梯教程我还是有的 ，OK 楼梯的教程我还是有的另外有一个文件夹 ，OK 好吧。然后呢为了区别对待然后呢我们就先跟着就可以开始进入 Twinmotion 2025年1月版新版。然后呢这个图片呢我们要留着打开大家看是这样的，对吧？这个图片呢我们留着万一有漏的地方 OK。 好，我们打开以后进入点击 New Scene 就是新的场面，然后呢在这里把这个新starting base 就是这个中间都这个部分你可以隐藏也可以把它删除了。跟着呢这里就是空白了，先我们需要雪山，所以呢还有一个提醒大家 File Sign In， 这里一定要 Sign In 你才能在这找到你下载的东西 OK。 然后呢 Sketchfab 这里呢你可以找到 Mountain MOU 等一下我先把中文关掉，MOUNTAIN OK Enter
就是雪山的意思。然后呢，这个呢就是我刚刚用过的啊。如果大家是这个符号，就点击下载啊。如果不是，就是可能你一下载过了，那你就直接拉到场面里就行了啊。OK， 拉到场面里，然后呢，把它放下来，你可以看得见这个雪山是什么样子的。好，然后呢，把它旋转一下，看看它什么样子，你才觉得比较适合你要的这个场面。OK， 啊，基本上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好，这是第一个。那呢，其他的雪山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当然就是复制粘贴了，是吧？好，我们点击它 ，Ctrl+C，Ctrl+V， 可以点击 Copy， 然后 OK， 然后呢，你就把它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呢，旋转一下，换成别的样子啊，或者是或高或低。OK， 好，往到那边去，然后呢，往左边一点。大家要知道，当你的鼠标移到你合适的想要的这个轴向的时候，它会发亮的。OK， 好，我们把它给往上一点，然后呢，用伸缩工具让它可以高一点，那它就变成了不同的样子了啊，这样子。OK， 还可以用伸缩工具把它稍微再放大一点，点击最后中间这里，这里呢，现在它就会，你点击的中间这里的话呢，它就会有个数字，对吧？你就可以把它改成 1.02， 这样的话它就会按照你的需要来放大啊。这个雪山就是这样做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呢 Ctrl+C，Ctrl+V， 继续不停的复制它，然后呢再移出来。OK， 也移出来啊，不断的复制 ，Ctrl+C，Ctrl+V。而大家要知道的，往前面一点呢，这个雪山就矮一点，你用伸缩工具把它往矮里放一下就行了。OK， 然后呢，再把它移，刚才这已经复制了一个，对吧？我们把它往那边移，然后呢，往那边的呢，就这个雪山呢就高一点，所以用伸缩工具再度把它往高了拉。好，然后呢，这些雪山你还可以旋转个个儿啊，让它就是与别不同，与之前的不同啊，再矮一点，越往前越矮。OK， 然后呢，再 Ctrl+C，Ctrl+V， 不停的做。我们现在再把这个场景也先做出来 ，Ctrl+C，Ctrl+V， 再来。然后旋转一下，然后把它移到哪里 ？OK， 基本上呢就这样了。然后呢，再把它往下里放。然后呢，这个呢还可以再往高里，伸缩工具让它再往高里长。OK， 然后呢，大家知道这前面的这里呢还要站个人，所以呢这里的山是必须要矮一点的。OK， 然后呢再把这个山脉 Ctrl+C，Ctrl+V 一个 copy， 好，又出来一个，然后呢我们把它旋转一下，再往下一点。OK， 好了，大家就这样了。然后呢，还有这个地表，这个地表呢，我们要又把它变成雪山的样子啊。这个地表要让它有雪山，就是这个地表。然后呢，我们可以插出去，然后在 Library 这里呢，我们找一个材质啊，材质这里呢，我们直接搜索 Snow，OK，Enter，那就有这个雪球了。你要选到这个 ground 啊 ，starting ground， 然后呢，把这个雪球的材质直接拉到这个 starting ground， 那它的地上就是雪的这个雪地了 ，OK。好，跟着呢还有 ambience 呢，如果你要这个背景的话，直接 HDRI 就有一个云的这些背景在这。当然，这个云的
你还可以换一个，找这里，只要你是回到 library， 这里呢就 HDRI environment， 然后选 skies， 然后呢选 low sun， 就是太阳低一点的啊，可以选 cloudy。那这里呢就有很多这个云的啊，这个背景，这个天空的背景给你。我刚才找哪个我也忘记了啊。然后呢，我们就随便找一个吧。那如果没有的话，它就会可以有个下载的地方，你都可以把它给下了。OK， 好，这个下完了以后，你直接把它拉到这儿来，那它的天空呢就会变成了你要的天空。好，我们稍微等一等。好，这天空呢就基本上就出来了。当然，这个天空呢，你可以 rotation 这里 OK， 把它的背景看看你要哪个天空。那我们要这个吧，让它天气不好啊，天气不好让它。然后呢，这个光照这里呢可以低一点，不要太亮。啊，差不多就行了。好，然后呢，这个山，我觉得这个山呢，我还是可以再复制多一个 ，Ctrl+C、Ctrl+V 多一个 ，OK。好，然后呢，移到后面去。好，往左边挪一下 ，OK。然后呢，再把它这个山给放大一点。这里呢，这个数字，当你在这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变成 1.2， 那后面这个山也出来了，对吧？还可以再往这边一点，或者挪成这样，然后再往右移。OK， 好了，基本上呢这里就做出来了。然后呢就差跟着呢，我们就是在前面这里啊，我们不选了啊。前面这里呢，我们找一个站着的人，这个山我们往上一点放，往左边一点，让这个人就站在这里这个位置 OK。 好，我们这个人呢从哪里呢？我们要 import， 这里呢你可以 import 一个动态的人物。那我的就在 Sketchfab 刚才说过找它，然后呢下载以后它就是一个下载文件夹啊。我下载的时候呢，我选的是 GLTF 文档 download 就行了 OK。 这个人物的名字叫这个。当然了，你可以在外面啊搜索，像我这样搜索一个英文武士的英文名 OK， 你看看你要哪一个武士，你自己在这下吧。就是你可以要 animate， 如果不要 animate 就把这个勾选关掉就行了。那下载以后呢，你就在下载文件夹有一个这个武士的压缩文档，你把它解压，这里就有它 OK。 好，然后呢我们在这就可以 import， 直接 import 选 animation。 这样的话呢，这个人物好 scene open import， 那这个人呢就会导进来了 OK。 导进来以后，你就要找到这个人物，找到这个人物他在哪里 OK。 他叫叫啥来着？这个叫我忘了他叫 Knight KNIGHT OK， 我们搜索一下 KNIGHT。 好，现在可能还没进来。Select 啊，这里呢你可以打开 Select all imported objects 啊，然后呢这个人就会进来了 OK。 然后人进来以后啊，你看看他在哪里，他就叫 Scene， 看看他在哪儿，然后呢把他移到合适的位置，我看看他在哪儿了，用移动工具。然后呢，如果大家找不到，可以选了 skeleton 啊，然后呢选了这个时候鼠标右键有 zoom to selection， 那这个人呢就找出来了。找出来以后，我们 Ctrl+C 它 OK， Ctrl+C 它以后，然后回到我们这个山这里啊，山的这个场景这里。
然后呢，如果大家觉得它的移动有点慢，可以在这儿把它变成快的 ，OK， 快一点，转到Drive Speed 5，OK，然后呢，这样的话你鼠标滚动它就会快很多。或者说最方便的就是直接把这个人用移动工具移到合适的位置。你看我这个就是用移动工具移过来的 ，OK。好，然后呢，我们再度 Zoom to Selection， 看它在哪。好，放在这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它有点小了，对吧？好，然后呢，我们就用伸缩工具把它放大。这是1倍、2倍吧，哎，2 ，OK， 然后可能你还可以再大一点都可以，其实我觉得2倍差不多了，再2倍 ，OK， 好了，然后呢，我们把它移到你合适的位置。那这里看呢，这个3就有点高了，是吧？我们把它往下走。这个3呢跑到了这边来，我先看看它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好，在这里也还可以。OK， 把它旋转一下，再往左边，哎，然后呢，这个人也要旋转，往那边靠。OK， 旋转一下，往那边看。OK， 好了，基本上呢，这个位置呢就差不多了这个位置差不多了。跟着呢就是光线，跟着就是光线，大家可以看见它的这个图这里呢有一些，这个呢应该是 spotlight， 然后呢也下雪的。我们先把天气给搞好，雾也搞好啊。好，那个我们回到 library。那个雾气呢是在 object， 然后呢 particles 然后呢在 fog 选这个 ground fog， 直接拉到这儿来直接拉到这儿来。那大家可以看这个 ground fog 就出来了它这对吧？如果不够，再把这个 small fog bank 给搞进来有可能因为你这个场景太大了，它这个雾气没有那么多你看，像我这个场景，有可能就是这次就有可能做大了然后呢，雾气不一定能做的那么多，所以大家做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场景不要做太大。你看现在的雾气呢变成这么小了，所以呢就要注意这个问题。那我现在呢就不用修改了，就是在这把这个 ground fog 给完成，这个雾气就从这里出来的。OK。这个 small fog 我们把这个关掉然后呢把这个 fog 搜索 small fog 我们不要了，太少了。然后呢我们可尽量多点 ground fog。 OK， 其实然后呢还有一个这里我们就做成这样，你可以看其实还是太小了，因为我这个场景做太大了。然后跟着呢就是这个阳光灯光，所有都会因为你场景做大，所以呢可能效果不一定好。像这个你看，像这个我拉出来一个射灯，因为我们这里就是需要射灯的，是吧？我们的射灯呢，我们需要它一个橙色的射灯 OK。 然后呢在这上面呢就有它的 con 它有这个它的这个射灯的角度有多大，那我们呢不要太大大家可以看见在这一点点它的 intensity，就是它有光照有多少。然后呢这个
角这里有多影响的范围有多大，就在这调节。然后呢，旋转工具把它给旋到某个位置，然后呢拉下来，然后呢再把它光线调一下啊。所有东西可能因为就是这个东西这里的场景太大了啊，所以会导致这个受影响没那么好。所以呢，你变成的 intensity 就要大一点，这个多一点，这个光照啊，大家可以看见我已经拉到最尽头了，因为我这个位置还是实在这个场景我已经变得太大了，这样不对，对吧？但我们就不修了啊，大概是这样。那我就在原场景那里做，因为这个还没存盘啊，那我就不存了。然后呢，回到原来的那个Twinmotion 2015年1月啊，或者说直接在这选这个 Twinmotion 啊，选回原来做的那个文件给大家说示范。OK， 像这个啊，另外一个就不需要了啊，另外一个就插出去就好了，我们就要这个。然后呢，像这个哈，可以看见这里有2个 spotlight，OK， 2个 spotlight， 一个呢是这边，一个是那边，大家就是在这个灯 lights， 然后这个 spotlight，OK， 然后呢，你刚才给大家示范过，在这调节它的光的有没有那么亮 ，OK。大家要把这个光不要投射到这里，用移动工具把它移到大概这个位置左右啊。然后呢，还有一个 spotlight 呢是这，让它往这边这边来照这一堆 ，OK。好，然后呢还有跟着就是下雪了，下雪呢是在 ambience 直接选 ambience，OK， 这里有那个什么嘛，已经有了这个背景图了，然后呢。OK， 你可以调它的光啊，或什么或者什么东西啊。我们让它下雪，就在下面 details， 这里就有 seasons，OK， 就 details 细节，这里就有 season。你把它拉到这就是下雪了，拉到下雨这个。如果你拉到这个雪人这个地方呢，它就下雪；但如果你拉到这里的话呢，它就是下雨。这就下雨了，对吧？然后这呢就是下雪了 ，OK。然后呢，由于有射灯在这，所以它这个雪就会有这个发亮啊，这种彩色 ，OK。然后还有这2个房子呢，这两个房子，我先搜索一个啊，插出去，搜索一个，它就是叫做 ambient building。这是我在 library 然后呢 Sketchfab 又是，然后呢在这搜索room RUINS enter， 然后呢找到的这个就是这个是这个然后呢跟着呢这个 ambient building 就是这个，大家把它移到这，伸缩工具伸缩好什么好啊？伸缩好伸缩工具也好，什么工具都好啊，旋转工具就把它放到合适大小，放到这里就行了啊。OK， 然后呢，我觉得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然后还有这个山上的树，你可以把这些雪山扭到比较多树的地方。OK， 就像刚才那里我没扭把它转个方向，让它比较多树的地方。OK， 好，基本上呢。这里就已经做完了然后在这里这样看它整个场景就出来了 OK。 然后如果好我们要把它导出怎么办呢？就在 Media， 然后呢在这点击一下，你先把这个位置摆对，然后点击一下，这个相片就出来了。然后如果你不想要这个相片，再换一个场景，那你就把它 delete， 然后重新加一个就行。然后那如果是视频呢，点击视频，然后呢也是这样点一下，那当这个视频也出来了
OK， 现在相片和视频都有了，那就直接要导出 export。在这呢，你就先在 image 这里打开，然后呢把这个相片选上，然后 video 这里也是打开，然后选啊，我这已经选好了啊，然后呢跟着 start export， 那按 start export， 它就会让你找哪个下载文件夹啊，哪个文件夹的路径，然后呢select folder， 那就可以了。 OK， 好吧，然后呢这堂课程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看。请喜欢这个教程的朋友给我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谢谢大家，祝大家愉快一天。还是那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拜拜。